想象你正站在一场婚礼现场，这场婚礼怎么看都透着让人脊背发凉的死气，没有喧闹的宾客，也没有喜庆的交杯酒。院里大红双喜字旁挂着刺眼的白纸灯笼，红与白这两种代表大喜与大悲的极端颜色，此刻被诡异地缝合在一起。新郎穿着黑马褂，怀里抱的不是娇艳新娘，而是冰冷灵牌，或者一个画着惨白妆容，嘴角挂着诡异微笑的纸扎人。昏暗烛光下，司仪喊的不是早生贵子，而是魂归故里。吉时一到，队伍便抬起鲜红棺材，浩浩荡荡走向荒山野岭。送葬与迎亲队伍融为一体，前面的人疯狂撒着漫天纸钱，后面的人吹着凄厉唢呐，硬生生把活人阳气逼退3分，将婚姻强加死者，让2具互不相识的尸骨在黄土下结为夫妻。这便是中国民俗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禁忌——配阴婚。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恐怖电影为了吓人杜撰的封建糟粕，但在偏远地区的地下黑市，现实却远比电影惊悚100倍。活人为何非要给死人办婚礼？这荒诞的仪式背后，究竟是出于对亡者的哀思，还是对活人深深的诅咒与恐惧？欢迎来到民俗解剖室，今天我们将拿起这把锋利手术刀，切开那件鲜红死人嫁衣，深度解剖游走阴阳2界的冥婚。要解剖冥婚，得先看它的历史根源。早在3000年前的周朝便有此风俗，但官方极度反感，认为这完全违背人伦大道。儒家经典《周礼》中明确记载着禁令。周朝礼官认为，让未成年就死去的男女结为夫妻，不仅荒谬，更是对生者的亵渎。既然被历代正统礼教明令禁止，为何冥婚不仅没有绝迹，反而像野草一样疯长？这得归功于历史上那位著名的魏王曹操。他最疼爱的神童儿子曹冲13岁不幸夭折，曹操悲痛欲绝，为了不让这个天才爱子在阴曹地府里感到孤单和凄凉，曹操竟然动用国家机器，到处寻觅刚刚死去的适龄少女，最终看中甄家早夭的女儿，将2人合葬，办了场隆重冥婚。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掌权者都在带头搞冥婚，民间的富商巨贾与平民百姓自然纷纷效仿，这道禁忌之门被彻底推开了。到了唐代，冥婚甚至入侵了皇室。唐中宗的弟弟死后，韦皇后便找了一位死去的宫女与他合葬，还大摆地下皇室联姻。唐代甚至出现了将死去的未婚男女画成画像，在阴曹地府里拜堂成亲的奇特化配仪式，让这股冥婚妖风越刮越烈。而到了宋代，冥婚彻底走向了商业化，民间甚至衍生出一种极其特殊的阴间职业，被称为鬼媒人，专门给死人说媒拉纤。这些鬼媒人穿梭在各个失去子女的家庭之间，拿着生辰八字给死人配对，只要配对成功，他们就能抽取极其丰厚的佣金。他们像幽灵一样游走在坟地与村庄，手里掌握着10里8乡未婚死者的名单，把死人的婚姻变成了一门发家致富的生意。如果冥婚仅仅停留在把2具已经死去的尸骨放在一起，那它最多只算一种愚昧的心理安慰。但残酷的现实远不止于此，当仪式变成社会刚需，资本逻辑就会强行介入，尸体不再是逝者遗骸，而是地下黑市里被残忍明码标价的暴利货物。在这条黑色产业链里，尸体被严格分级，死去多年只剩白骨叫干尸，价格最便宜；刚死不久血肉丰满叫尸尸，极其昂贵。年轻未婚甚至刚死于意外的女性尸体是黑市上的极品抢手货，被称为鲜尸。这种尸体不仅要靠抢，还能卖出天价。现代鬼媒人摇身一变成为风水大师，他们潜伏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外，像秃鹫一样死盯着垂危女病人，随时准备抢购尸体。一旦女病人咽气，家属还在痛哭，鬼媒人就已经拿着几10万现金走上前去，要求买下这具还带着体温的新鲜年轻尸体。有些贫困家庭为了给活着的儿子换取娶妻彩礼，竟然狠心将刚死去的女儿卖给别人配阴婚，榨干女儿最后的剩余价值。有需求就有买卖，有暴力就会滋生无尽的杀戮。近10几年来，
我们依然能从新闻中看到让人胆寒的真实恶性案件不断发生。深夜的荒郊野外，丧心病狂的盗墓贼专门趁着夜色去挖新坟，他们暴力撬开棺材，偷走女尸，卖给别人配阴婚，赚取黑心钱。为了防止尸体腐烂掉价，盗墓贼甚至会在停尸房里注射防腐剂，或者直接连夜将尸体冷链运输到几百公里外的买家手中。甚至有些失去理智的家属，为了给死去的儿子配上阴婚，不惜雇佣黑帮去别的村子强行抢夺刚刚下葬的年轻女性遗体。更可怕的是，当防盗措施严密的坟墓挖不到尸体时，有些人就开始把毒手伸向活人。这就是令人发指的杀人卖尸恶性犯罪。恶魔们刻意寻找患有精神疾病的弱势女性，在他们眼里，这些边缘人群不是鲜活生命，而是行走的几十万袋瘦钞票。将他们残忍杀害后，恶魔直接把新鲜尸体伪装成意外死亡，转手就高价卖给急需配阴婚的买家。手段之毒辣，让人不寒而栗。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俗问题，而是血淋淋的连环杀人案。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荒谬且令人深思的巨大逻辑断层与疑问：那些愿意砸锅卖铁花几十万买尸体的家庭，真的只是因为太爱自己死去的儿子，怕他在阴冷的地府里感到孤单寂寞吗？究竟是什么样根深蒂固的社会潜规则，逼得活人非要给死去的晚辈娶个老婆，甚至不惜触犯法律买卖尸体才能心安理得？剥开爱与迷信的虚伪包装，冥婚真正的病灶，其实深埋在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宗族心理，以及对某种神秘恶毒诅咒的恐惧中。孤坟不能进祖坟，未婚横死者会化作厉鬼纠缠全家。这些口耳相传的残忍禁忌，像看不见锁链，死死勒住了活着的人的脖子。下一部分，我们将拿起社会学的解剖刀，彻底挖出冥婚背后的宗族利益算计，看看这场死人的婚礼到底是在讨好谁？为什么活人愿意倾家荡产去填补死人的婚姻空缺？其实，当我们用社会学的视角落刀，就会发现冥婚根本不是为了死人。这场恐怖又荒诞的地下婚礼，从头到尾都在极力讨好活人世界里那套最森严也最冷酷的宗族秩序与父权规则。按照传统观念，未婚夭折的男性人生极度残缺，死后不仅无法在宗族祠堂立牌位，甚至连埋进自家祖坟的资格都没有。孤坟进不了祖坟，这是家族最大的忌讳。死者只能被草草埋在村外乱葬岗，成为没有香火供奉、被彻底遗忘的边缘游魂。于是，活人的恐惧开始蔓延。民间深信，这些死去的单身汉因为带着巨大的遗憾和怨气，极其容易化作厉鬼，跑回家中作祟。只要家里有人生了怪病，或者遭遇了破财、牲畜死亡等倒霉事，活人就会立刻联想到，这肯定是短命鬼在疯狂报复。为了平息恐惧，父母只能不惜代价去黑市买一具女尸。只要办完配阴婚仪式，死者就算有了归宿，不会再纠缠家人。娶了鬼妻的男性终于获得了进入祖坟的门票，他的牌位能摆进祠堂，享受香火，活人的焦虑也随之烟消云散。但是在这场荒诞的地下交易中，女性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剥开所有伪装，她只是件能被随意买卖的死人物品。在男权本位的宗法制社会里，女人生前是财产，出嫁后是附属品。如果一个女人未婚就死去，她的命运将极其悲惨。按照老规矩，未出嫁的女儿死后绝不能埋进自家的祖坟，否则会吸干娘家兄弟的风水财运，这被称为可怕的姑娘种。娘家人急于把这个带煤气的累赘处理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个荒郊野地埋了，让她成为永远漂泊地府的孤魂。而冥婚恰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利益契合点，男方花高价买女尸，平息恐惧，获得心理安慰和祖坟入场券；女方家属更是血赚，他们不仅甩掉了破坏风水的累赘，还能拿到丰厚卖尸钱，转头就去给儿子盖房娶亲。在这场看似庄重的仪式里，没有人真正关心死去的女孩，她生前是草芥，死后却成了商品，被强行塞进陌生的坟墓。配阴婚绝不仅是单纯迷信，它其实是一场被父权制与宗族利益精心包装的残酷生意。
活人用此来缓解自身的焦虑。只要宗族规矩还在，只要传宗接代和孤坟客家人的恐吓没有绝迹，这种物化女性的残忍交易就永远会有地下温床。到此，我们已彻底剥开冥婚的表皮与骨架，这把社会学手术刀让我们看清了民间怪谈背后最丑陋真实的人性算计。在被利益与愚昧共同污染的黄土下，死者得不到安宁，生者也找不到救赎。当死人被当成商品买卖，活人变成了厉鬼。这就是本期民俗解剖室的全部内容。如果觉得我们的解剖够硬核，别忘了点赞订阅。下期我们将切开哪段历史，拭目以待。